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美国的旧金山，现在是美国旧金山当地时间晚上7点多。再过一会儿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我身后出席由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晚宴。那在欢迎晚宴上呢，习近平主席还将发表重要的讲话。昨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了旧金山国际机场，正式开启了他此次的美国之行。这里呢，就是一会儿将要举行欢迎宴会的地方，大家可以跟随我们镜头啊，大致浏览一下。在现在我们画面的正中间呢，摆放了一个演讲台，在演讲台的后面呢，摆放着中美两国的国旗。再过一会儿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这里发表致辞。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在整个宴会厅里，这个布置是非常的温馨的，工作人员们还在紧张的忙碌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每个桌上都放置了一个鲜花，然后呢可以看到其实整个的宴会厅布置是很紧凑的。我数了一下啊，就是每个桌子大概会有10个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椅子，然后每个桌子之间的距离呢也是非常近的，大概会有30个这样的桌子。所以可以想象啊，一会儿在这里将会有数百位的美国友好人士相聚一堂。欢迎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美方的友好人士正在陆续抵达。那中美关系的基础呢，在民间，力量源泉在人民友好。多年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着中美民间友好往来。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很高兴在旧金山同美国各界朋友见面，共叙友情，共话友好。1985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就是从旧金山入境。我对美国的第一印象来自旧金山，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在金门大桥的留影。今天上午，拜登总统不知道从哪儿翻出来了，还给我看了看。首先啊，我要向组织这次活动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亚洲协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商会等友好团体表示衷心的感谢，向长期致力于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朋友表示诚挚问候，向友好的美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旧金山见证了中美两国人民100年交往的历史。158年前，大批中国工人来到美国，修建连接东西海岸的太平洋铁路，筚路蓝缕，在旧金山建起了西半球历史最悠久的唐人街。从这里出发，中美两国之间发展起7600亿美元双边贸易和累计2600多亿美元双向投资，建立起284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最多每周300多个航班和每年500多万人次的相互往来。这是全世界近1/4人口共同绘就的宏伟画卷。旧金山见证了中美建设美好世界的努力。78年前，
在携手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之后，中美共同参与发起旧金山制宪会议，推动建立了联合国。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从这里出发，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得以建立，100多个国家相继获得了民族独立，几十亿人口最终摆脱了贫困。世界和平发展进步的力量不断成长，这是各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携手取得的成果。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两国共同为和平和正义而战。陈纳德将军带领美国志愿者奔赴中国战场，组成了著名的飞虎队。他们不仅直接对日本侵略者作战，还建立起了向中国运送急需物资的驼峰航线，1000多名中美机组人员牺牲在这条航线上。日本偷袭珍珠港后，1942年，美国空军16架 B-25轰炸机奔袭日本。由于油料不足，杜立特中校等飞行员在中国弃机跳伞，中国军民奋勇救助，日军竟因此屠杀了25万中国平民。中国人民没有忘记飞虎队，我们在重庆专门修建了纪念馆，邀请了1000多名飞虎队老兵其家属回到中国。我同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一直有书信往来。最近，飞虎队老兵103岁高龄的莫耶和98岁高龄的麦克马伦来到中国，登上了长城，受到了中国人民热烈欢迎。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殊死营救美国军人的中国人民。浙江衢州有一个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当年获救的美国军人的后代经常来到这里，向见义勇为的中国人民表达敬意。我相信，血与火铸造的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一定能够代代相传。中美关系的大门是由人民打开的。两国曾经隔绝对立22年，是时代潮流让我们走向彼此，是共同利益让中美超越分歧，是人民愿望让两国打破坚冰。1971年，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来到北京，小球转动了大球。此后不久，曼斯菲尔德先生率领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来了，包括艾奥瓦州州长罗伯特·雷在内的第一个美国州长代表团来了，许多工商界人士也来了，掀起了中美友好交往的浪潮。世界走出新冠疫情大流行后，我在北京见了基辛格博士、比尔·盖茨先生，也见了舒默先生和其他几位参议员，还有纽森州长。我对他们讲，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欢迎更多美国州长、议员访华，欢迎美国各界人士到中国去。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住在艾奥瓦州的德沃切克夫妇家，我还记得门牌号是邦尼街2911号。这是我同美国民众首次面对面接触，也是一段我和美国人民共同生活的难忘经历。对我来说，他们就是美国。我也发现，两国虽然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人民都善良友好，勤劳务实，都爱祖国，爱家庭，爱生活，都对彼此抱有好感和兴趣。正是善意友好的涓滴汇流，让宽广太平洋不再是天堑。正是人民的双向奔赴，让中美关系一次次从低谷重回正道。我相信，中美关系的大门一旦打开，就不会再被关上。两国人民友好事业一经开启，就不会半途而废。人民友谊之树已经长大，一定能够历经风雨。中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拉紧人民的纽带，增进人心的沟通，越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为中美关系鼓与呼。我们要为人民之间的交往搭建更多桥梁，铺设更多道路，而不是设置各种障碍，制造寒蝉效应。我今天同拜登总统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将推出更多便利人员往来、促进人文交流的措施，
包括增加中美客运直航航班、举办中美旅游高层对话、优化签证申请流程等。我们期待着两国人民多走动、多来往、多交流，共同续写新时代两国人民友好的故事。我也期待着加州和旧金山在中美友好的征程上继续领跑。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战变化的时代，也处在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世界的未来需要中美合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中美要好好打交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美更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展现大国格局，拿出大国担当，发挥大国作用。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让中美关系这艘巨轮避开暗礁浅滩，穿越狂风巨浪，不偏航，不失速，不碰撞。首先要回答的是，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这是一个根本的，也是管总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如果把对方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和步步紧逼的威胁，必然导致错误的政策，采取错误的行动，产生错误的结果。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人与人打交道的基本礼数，也是中美两国相处的起码准则。美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地理位置，塑造了自身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我们充分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走出来的，植根于5000多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我们同样感到自豪。两条道路不同，但都是人民的选择，都是通向全人类共同价值，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平共处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是中美两个大国必须守住的底线。把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视为威胁，搞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是走偏了方向。中国从不赌美国输，从不干涉美国内政，也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乐见一个自信开放、发展繁荣的美国。同样，美国也不要赌中国输，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应该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
合作共赢是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是中美关系应该有的底色。中国正致力于高质量发展，美国也在着力振兴经济，双方合作空间无限广阔，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始终面向各国开放，包括美国。中方也愿参与美国提出的多边合作倡议。今天上午，我同拜登总统同意本着相互尊重精神，推动两国在外交、经贸、人文、教育、科技、农业、军队、执法、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对话合作，把合作的清单拉得更长，把合作的蛋糕也做得更大。刚才雷蒙多部长女士也说了，我要告诉大家，中方对芬太尼对美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的毒害深表同情。我和拜登总统已同力建立禁毒工作组，进一步开展合作，协助美国应对毒品的滥用。我愿在此宣布，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不久前，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3只大熊猫回到中国。我听说很多美国民众，特别是孩子们依依不舍，专门到动物园去送行。我还了解到圣达哥动物园和加州人民热切期盼大熊猫能重返加州。大熊猫是中美人民的友谊使者，我们愿意继续同美国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努力满足加州人民的愿望，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工作的更好，生活的更好，孩子们成长的更好，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殷切心愿。中国共产党就是给人民办事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必须守住人民的心。经过100年探索和接续奋斗，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致力于团结奋斗，让全体中国人民一起迈向现代化。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不过我现在把人口最多的桂冠授给印度了，我们是第2多。
再大的成就除以14亿都会变得很小，再小的问题乘以14亿都会变得很大，这就是大的难处。同时大也有大的优势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中国是超大规模经济体，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前不久，我们成功举办第6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吸引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128个国家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美国连续6届展览面积最大，14亿多中国人民迈向现代化，是中国带给世界的最大机遇。我们致力于共同富裕，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摆脱贫困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我不到16岁，就在中国的陕北的一个小村子里，同农民住在一起，干在一起，一共是7年的岁月。知道人民愁什么，盼什么。从那时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人民中间让我觉得踏实，同人民在一起让我有力量。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终身的信念。我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时候，中国还有1亿人生活在联合国标准的贫困线以下。经过8年的艰苦奋斗，这些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有1800多名中共党员在扶贫攻坚的岗位上献出了生命。我们的目标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业、教育、医疗、托幼、养老、住房、环境，这些老百姓的身边事、贴心事、具体事，正不断融入中国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不断变成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我们对人民的承诺，也必将在人民支持下实现。我们致力于全面发展，让人们物质和精神世界同样富足。中国人很早就懂得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困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不断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就是要推动国际社会解决物质和精神失衡问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我们致力于永续发展，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我们身处同一个地球村，在我们有生之年，可能找不到另一个星球供人类生存了。英语里也有一句话：地球不是我们从祖辈那里继承的，而是我们向我们的子孙借来的。2002年，我在福建担任省长时，就提出福建要建成中国第一个生态省。我在浙江工作后，2005年，我又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这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现在，全球光伏发电装机容量接近一半在中国，全球新能源汽车一半以上行驶在中国，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来自中国。我们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我们不说大话，但我们说到做到。我们致力于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传承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中国没有对外侵略扩张的基因。中国人民对近代以后自身遭受的动荡和苦难刻骨铭心。我经常讲，中国人民反对的就是战争，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我们绝不会走通过战争、殖民、掠夺、胁迫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是唯一将和平发展写入宪法和执政党党章，上升为国家意识的大国。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也是维护者。我们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无论今后发展到哪一步，我们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强加于人、不谋求势力范围，不同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中国将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继续奉行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追求的不是独善其身的现代化，愿同各国一道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历史长河大浪淘沙，最终沉淀下来的总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美合作共处的历史逻辑
不会变，两国人民交流合作的根本愿望不会变，世界人民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普遍期待不会变。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功，都必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汇集力量，由人民来共同完成。中美友好就是这样一项伟大事业，让我们汇聚起两国人民的力量，赓续中美友谊，推进中美关系，努力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谢谢大家。